卷积神经网络结构与原理解析哦。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AlexNet 的特点哦。那他在他的论文里面啊提到一件事情啊，就是他强调了模型的深度呢，对于提高这个模型的成效是非常重要的。那在他的案例里面呢，他采用了8层的深度其中有5层呢是卷积层，然后有3层呢是全连接层。那卷积层呢，它基本上这个地方讲的是说，它包含有去做卷积以及有去做磁化这件事情。那全连接层指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它会回到我们这个传统的类神经网络上面。那因为啦 CNN 它最后呢，它还是得要去做分类任务嘛。那分类这件事情呢就会交给我们这个类神经网络下去做这个分类的任务。那前面的 CNN 它是做什么事情？它基本上呢就是把图片上面的重要的资讯去做萃取，让它很大的这个图像资料不断的下去做浓缩不断下去做萃取，萃取到最后呢，它就可以来到一个比较小的这个资料例如说，我们这个 AlexNet 它结构它的这个原始的图像资料是224乘下224。好，那它的宽度呢224，高度224呢，那这个为什么会有个3呢？因为是彩色图片的 RGB。好，然后接下来它里面有5个卷积1个、2个、3个、4个、5个卷积这中间它还有搭配一些这个 Mesopolyn， 它有去做一些磁化只是呢它目前没有在这张架构图上面有把它明显把它磁化的过程把它画出来。好，那总之呢，经过了1层、2层、3层、4层、5层呢，它的图片的这个资料呢，来到了这个多少的这个尺寸，来到了13乘13，然后总共有256个特征值256个。所以呢，它在这个地方呢，如果要进行这个深度学习它进到全连接的时候，它做什么事情？它把13乘上13乘以256得到什么东西？得到4096。也就是说，它的这个 dense 它去做4096的全连接层把它做出来之后呢，它就可以直接再继续往下走。所以呢，它这个尺寸会比它原本的224乘上224乘以3的这个尺寸还要来得小。那它怎么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它在这个过程中呢，加了非常多的卷积以及加了非常多的这个 Mesopolyn去把它的资讯去做有效的去做萃取。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卷积层与磁化层AlexNet 的这个结构中包含多个卷积层跟磁化层。透过这些层次我们在前面有讲到这个过程，它就是一个层次性的结构了来进行特征的这个提取这件事情特征提取这件事情都是靠卷积在做靠卷积在做。那同时呢，进行这个尺寸规模上面的缩小你的图片尺寸如果要去做有效的去做这个缩小的话，就是靠磁化这个技术好，那我们上次有提到啦，因为这件事情要怎么做比较好，它其实它没有标准答案。它像目前呢，它是用交替的方式就是一次卷积一次磁化，一次卷积一次磁化，然后这个反复做，然后它在卷积里面做了5次。好，所以呢，它就来到了这个13乘13乘256的这个全连接层的这个尺寸。好，那能不能去搭配做2次卷积搭配1次磁化，再做2次卷积搭配1次磁化这个是可以因为它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那或者是能不能做卷积完之后做2次磁化，再做1次卷积之后再做2次磁化这个也是一样因为它没有标准答案这个通常你要下去试看看试了之后呢总会是有一个这个模型它的成效是比较，不过它已经确定了一件事情了就是说你的模型的深度如果越深的话它有助于提高你这个模型的成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在这里面它提到了一件事情叫做启动函数。你会想说启动函数之前我们在讲这个类神经网络的时候，里面不是有这个启动函数吗？好，这个启动函数呢，指的是说它每一次在去做这个 convolution 的过程中它都应该说它在做每一次卷积的过程中它都会去做一次 IELU。好，那它这个方法呢，它可以有效的去加速它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并使这个模型更容易的被熟练它可以更容易的被熟练。因为有时候我们那资料在处理的过程中，这个有时候这个资料会一些是有效的有一些它是这个没有效果的。那个没有效果呢，如果你没有把它处理掉的话，基本上它就留在上面。所以它这里它去做什么事情？它在里面放了 IELU， 没有用的东西就直接被过滤掉了就直接过滤，它真正只留下就是有效的资料。好，那在这个过程中它还有去放了一个叫做这个对抗过度拟合那它这件事情怎么做那这件事情其实应该要在我们这个一般的类神经网络里面去提到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的神经网络呢，一般在训练的时候，我们在讲说对于它那个资料集来讲，就像是在考那个考古题。
好，那个考古题呢？考一次考2次那个叫做一个 epoch 2个 epoch， 经过了50次之后呢，这个考题它背得滚瓜烂熟那它的准确度呢可能都甚至来到100%了，它的漏时值已经来到一个满意的程度准确值来到100%。可是如果你让它去考其他的考卷不是那考古题上面的题目，哇，那惨了，有时候这个成效是非常差的那就为什么？这件事情呢，我把它叫做过度拟合。过度拟合就是他只看得懂考古题上面的题目只要不是考古题里面出的题目他就完全看不懂。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啦因为我们实际上在面对未知的问题那个问题这可能是千奇百怪啦我没有办法说我们面对的问题一定是从考古题里面出来的。好，所以呢，为了要去提高你这个模型的泛化能力它这个面对任何问题都有办法下去做处理的话，在这里面呢，它采用的技术叫 draw-out我们在TensorFlow 里面不管是序列模型还是这个卷积模型它方法都一样，都是使用 draw-out。draw-out 是什么意思？ draw-out 呢是它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刻意让它把某些资料这个放弃掉不要让它这个深深的刻印在它的脑海里面把它 draw-out。那这 draw-out 的比例基本上都要去抓一下一般我们比较常看到都是设定成 0.2 有些人会把它设定成 0.1 基本上还是看你要让它忘记的程度有多少。好，那如果你这个数值设越大的通常不会有人把它设越大，因为通常是让它忘记一点点忘记，因为它如果有一些资料忘记一点再重新去学的话，有时候对它的这个模型的反应会比较好。好，所以呢它怎么样去做对抗过度拟合？基本上它就是直接把 draw-out 摆到它的模型里面去好，那他在做 AlexNet 的这个过程中同时也是第一次采用 GPU 下去做训练，那也不是一般的 GPU， 而是同时采用多个 GPU 来去加速它的这个模型训练的过程。这个方式呢它就可以有效的去提高它模型的这个训练效率并且促成这个深度学习的研究跟框架的发展。因为后来大家发现这个方法真的是有用这个方法真的是有用。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卷积的步骤卷积的步骤。那我们刚才前面讲卷积是怎么样卷积呢，基本上它就是会有一个这个 filter 去罩住你的那个图片，然后呢它用滑动的方式去计算出一个新的结果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样子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 filter kernel size 3×3简单来讲就是9宫格。这9宫格呢照到这个图像上面把它照上去之后呢，好，接下来它做的事情就是乘法运算就矩阵的乘法运算。-1乘上0的话得到0 0乘上这个25得到0 1乘上75的话得到75所以这里就会得到一个结果。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目前看到只要它遇到0的话都会成为0这里它可能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因为我们这里看的话2乘以80应该是160这它可能资料当时在做这可能有些误点好，所以呢这个地方是80。好，那这些资料计算完毕之后呢，接下来做什么事情？它也是一样直接做加总跟我们在那个传统类神经网络里面权重计算方式是一样的好，直接去做加总。加总完之后呢，它就会把结果写在一个资料上面写在一个资料上面，这基本上就是形成一个新的特征就一个新的特征。好，接下来它会直接放到下一个257580758080758080这也就是一个新的一格。好，那也是一样用同样的 filter下去做这个乘法运算，运算完之后呢再下去做加总加总那就放到下一个就要放在下一个。基本上卷积就做这件事情那它基本上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刚前面有提到它这个过程就是要去做特征提取去做特征提取。好，那所以呢它的过程中它要从左边一直扫到最右边扫到这张图片扫到边边之后呢再换下一行。所以呢它基本上我们这个讲话叫做滑动式装去做 conclusion 的过程。好，所以它就把这整张图全部每扫过一个它会产生一个特征。好，那也就是说像我们在它现在目前这边扫完，如果就这个画面来讲，它基本上要取到了9个特征。好，那取特征的方式呢，会根据你的这个 kernel size 以及那张图像是不是刚好有满足它的这个边界因为有时候它这个可能扫到边边的时候，它可能会差那一点点差那一点的问题怎么解决不同的演算法对应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有点不太一样。在我们画面上面看到它的这个解决方式，基本上它会在那张图片的外面去补零外面去补零，所以呢它可以去确保它这一张图绝对能被9宫格扫到这个是它的处理方式因为卷积的方法非常多那这是其中一种方式，然后不同演算法所对应的方式都不太一样，可是基本上这就是卷积的方法。好，接下来卷积讲完之后呢，我们讲词化我们刚才讲说在
卷积哦，它是去做特征提取。如果呢，我们要去做空间尺寸上面的压缩的话，哦，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呢？好像这张图呢，这张图它现在有一个方法叫做 Maser Pooling，叫 Maser Pooling。Maser Pooling 呢，它如果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当然我们要先去决定尺寸，你是2×2、3×3还是4×4？在我们现在目前画面上面看到，这是属于3×3。哦，3×3的 Maser Pooling 呢，就是说它照到的那一个区块，然后呢，从里面去挑出最大值。好，在这里面呢，你会发现这个9宫格挑出最大的是5，它就把5拿出来了。好，然后这时候它不是滑动了conclusion 是做滑动，磁化它没有滑动现在这9宫格它已经处理掉了，它就直接处理下一个阶段所以呢，右上角的这个9宫格呢，它从里面挑出一个最大的数字是6，以此类推，所以你就得到5、6、17、16所以我们原本的有一张图像它的原本的资料非常大非常大。经过磁化之后就剩下4个资料剩下4个资料。所以呢，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啦，它如果直接对应到我们原本的什么东西，对应到我们的全连接层里面，原本全连接层，如果我们用原本的这 NNIST 的资料28×328再乘以1，它的那个神经元数量非常多。可是你经过 conclusion 做特征提取，再去做这个磁化，一直不断下去缩到假设的像它这样子，缩到只剩下4个神经元，你的这个模型的压力基本上就没有那么重了。不过这个讲法不是那么正确啦，哪里不正确？因为呢我们在 NNIST 里面是做10个资料分类所以呢这个10个的这个结果的上层通常不会让它小于10啦可以刚好是10不要让它小于10。如果说你这个4个结果去对应到那个10个通常很难训练因为你要用小推大，一般我们是大推小比较容易小推大基本上比较困难。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先介绍到这个地方。